今年的手机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热闹，超大杯呢各种对料，终端芯片呢性能大幅提升，大内存、大存储机型是全面普及啊。双11买手机可以说是很适合，但也可以说是不太适合。一方面呢是经过1年时间，很多机子的价格水分都已经是去掉了，降价之后呢更香了。但与此同时一大波新机正在来的路上，现在买指不定会出现背刺，所以在推荐指数上，这一次我们会加入可能会背刺，建议等一等的提醒。那么目前各个价位段有哪些机型更值得推荐呢？一起来看一下视频。没有时间看完的小伙伴也可以先点一波收藏，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参考一下。1000到1500档位机型，主要推荐的是3款注意在这个价位上的机子，每家100元都会有不小的配置差异大家可以按需购买。首先是荣耀 X50 系列，这2年呢可以说是完全进行了高端设计大众化乍一看呢和 Mate 60 Pro 的后盖设计差不多，这个外观放在线下确实挺唬人的。素质不错的120赫兹 1.5K OLED 曲面屏，高频 PWM 调光，用的还是光学屏下指纹。骁龙6晶，毕竟有4个 A78， 轻度使用流畅度尚可，5800毫安时电池加33瓦快充，不玩游戏的话续航不错。但是这个机子外围规格呢，基本是要啥没啥，没红外 NFC， 也没有 WiFi 6，适合要求不高的老年长辈用户。8加 128GB， 推荐入手价格呢在1200元左右。第二款呢是红米 Note 11T Pro， 虽然说是去年的型号但是和 Note 12T Pro 相比呢其实配置基本上是一样的，天玑8100和8200呢体验上也没啥区别，价格呢还更低。对比荣耀 X50， 核心优势呢还是处理器性能明显要更强，整体的外围规格也更加全面比如说红外NFC WiFi 6也都有，充电速度呢也更快。当然了，整机质感是明显不如 X50 的，拍照呢也要差一些，适合对于性能有一定要求的长辈老人用户。12加256GB， 推荐入手价格呢在1300元左右。第3款呢是爱酷的 Z8， 天玑8200处理器，性能不错，王者120帧、吃鸡90帧呢都无压力，5000毫时电池加120瓦快充，快充体验呢是直接越级了。双扬声器 NFC WiFi 6呢也都有，主摄表现呢也要比上面2款更强些。不过这块 LCD 屏整体素质呢略弱于 Note 11T Pro， 适合预算有限但是对于性能有一定要求的学生党朋友8加256GB， 推荐入手价格呢在1400元左右。如果说你的预算没有卡得那么紧那么还是更推荐这个价位的机型作为主力机，持久使用2年呢问题不大。骁龙7加金属于是今年的真香 SoC 了。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游戏，比骁龙7S 金7金1加、天玑72 Ultra 呢是不知道高哪里去了，也比天玑8100、天玑9000的体验更好。红米 Note 12 Turbo、真我 GT Neo 5 SE 2台机子都标配了双扬声器、NFC、红外、入门级 XOC 型马达，缺点呢大家可以暂停查看。真我快充兼顾大电池，显示精细度呢要更高，但是机身质感呢较差，高负载游戏优化不如 Note 12T， 售后网点呢少一些。16加 1TB， 推荐入手价格呢是1799元左右。Note 12T 的屏幕可视角度不错，调光呢更加护眼，主摄调的也更好，但是用的是单屏 GPS，67瓦充电速度呢也是残血的。12加256GB， 推荐入手价格呢是1580元左右。爱酷668刚发布那会儿，因为 V1 加芯片宣传问题被大家各种吐槽，不过后期官方确认呢是参与成像运算的，与此同时价格呢也是一路下探。降频版8加，素质不错的 1.5K 144赫兹屏幕，主摄拍照比另外2台呢略强些，缺点呢是质感也不太行，有大塑料支架，续航呢不如2台7加金机型。12加256GB， 推荐入手价格呢是1800元左右。今年2000到3000元档位，一加和红米呢大乱斗，真我爱酷就是别打了别打了。这里呢依然推荐3款，第一款呢是一加 A42满血骁龙8加处理器，整体质感拍照放在2500档位依然是无出其右5000毫时电池加100瓦快充，其他方面在这个价位呢也是该有的都有。缺点呢是高负载游戏原神后续更新之后帧率稳定性呢变差了。12加256GB， 推荐入手价格呢是2200元左右。红米 K60 至尊版这台机子发布之后红米加天玑从越用越闷逼变成了越用越牛逼，是目前游戏性能调得最好的天玑9002机型，甚至要比部分8金机型呢还更强。拍照方面也比 K60 呢有明显进步，支持 IP68。缺点呢是虽然说去掉了塑料支架，但整体质感手感呢一般般。另外米1加发哥平台后续更新支持力度需要验证。K60 至尊版这个价位现阶段的问题就是后续会不会被 K70 背刺。12加256GB， 推荐入手价格2450元左右。一加 A42 Pro 呢是一台技能树都点得很到位的机型，超薄屏下指纹、大尺寸 XO 线性马达、150瓦快充，这几点对于日常的用机体验提升呢还是挺明显的。最新系统更新之后这块 1.5K 屏也支持了中高亮度类 DC 调光可以说是3000档位体验最水桶的机型了。
缺点呢是高负载游戏调度不太给力，宣传说散热堆料很猛，但实际原神还不如 K60至尊版。另外，屏幕的可视角度方面，不同批次差异呢也相对较大。12加256GB，推荐入手价格呢在2999元左右。经过一轮降价之后今年的各家中杯机型都已经快到了生命周期的末端，要么降价，要么慢慢退市。我觉得刚需换机呢可以入手，毕竟价格确实都降了，没有那么多溢价水分。这里呢推荐3台机子，分别是爱酷 11S、vivo X90以及小米13。一加和红米大乱斗，爱酷的存在感确实变低了不少。不过降价之后的爱酷 11S 其实还不错。骁龙8键2颗144赫兹的直屏，双压感、双马达，对于游戏党来说比较友好。另外，4800毫时电池加200瓦快充，回血速度呢也是非常的猛。拍照总体上来说，比3000以内机型呢要略好些，多了一个2倍长焦。缺点呢是屏幕依然是大塑料支架，续航表现呢一般。如果不着急的话，其实可以等一波爱酷12，质感和相机呢会明显加强。vivo X90手感轻薄，质感出色，日常流畅度优化的不错，是3500档位拍照的标杆产品。而且后续系统更新之后，还增加了质感的影调，续航和快充体验呢都不错。不足点呢是高负载游戏优化呢差点意思，尤其是原神和星铁。1.5K 屏可视角度相对较弱，低亮度下有麻布感。另外，指纹呢依然是短焦指纹，建议呢等一等新的 X1版，毕竟发哥天玑9300还值得期待一波的。长焦这块呢也会全面得到加强。今年都没怎么降价的小米13，双11呢总算是降了，正面4边窄边框，颜值不错，单手阴影可握。虽然说尺寸小，但是性能不含糊，还有 IP68 和无线充电，可以说是一台性能小钢炮。缺点呢是3倍长焦素质很一般，0809马达震感不太行。不过小米14呢已经是发布了，大伙呢可以等一波我们的评测再做决定。4000到5500档位能够买到很多8键大杯，或者说8键的影像超大杯。如果说你是冲着这些机子的跳水价格，又或者说影像规格去的，那么短时间来看背刺几率呢比较小。毕竟各家新的大杯价格不会这么低，而且影像超大杯一般要到明年3月份左右才更新，有一定的缓冲期。不知道是不是 Mate 60系列强势回归的关系 ，Magic 5 Pro 这个机子跳水幅度呢还是比较猛的。双11期间12加256GB，价格呢已经是来到了4200左右。这个价位来说产品力就完全没毛病了。5450毫安时电池，续航呢很猛，屏幕的显示效果和护眼呢也是第一梯队水平，还有3D 人脸识别。虽然说按照之前的价格，影像和 OVM 的大杯、超大杯比有差距，但是按照现在的价格，拍照呢也没啥毛病。缺点呢是镜头模组设计比较丑，短焦指纹。另外66瓦有线充电速度呢慢了些。Find X6 Pro 相比小米13 Ultra， 核心优势呢是日常使用握持手感不会有啥明显的不适。这块屏幕也是今年这波2K16中表现最顶的，可视角度、调光、亮度方面呢表现都更好。100瓦快充速度同价位标杆。相机方面，主长管3摄呢都是大底，综合拍照表现挺强的。但是部分场景下有待加强，比如说长焦在高倍率下的变焦算法呢不太行。另外，屏下指纹目前呢依然不支持息屏解锁。小米13 Ultra， 如果你平时喜欢用手机拍照记录生活，那么13 Ultra 作为一台影像特化机，基本能够满足你的手机摄影需求。优秀的主摄2倍裁切，还有3.2倍长焦和5倍长焦，是目前焦段覆盖最广的机型。拍摄体验上，对焦快，成像快，日常扫街人文，影调风格呢非常讨喜。缺点呢是背部曲面凸起，加上局部垂直中框，日常握机手感呢是比较差的。另外，新的90瓦快充对比Find X6 Pro 的100瓦差距较大。对于华为用户来说 ，Mate 60系列回归，今年呢终于不用再为不支持5G范畴了。当然 ，Mate 60系列这几台机子如果你想要入手，我还是更加推荐 Mate 60 Pro。优点是整体的质感辨识度不错，日常使用真的很流畅，完全不像类88芯片的表现。有3D 人脸识别、质感支付、隔空手势、注视不息屏等等，华为一系列独有的交互。新系统下 Pro 的续航优化呢也 OK， 缺点呢是拍照表现对比同价位的 OVM 机型是处于劣势。麒麟 9000S 不适合高负载游戏，比如说原神、星铁这种。今年的跳水冠军是哪一款 ？S23 Ultra 正式在下。临近双11，8加256GB 从最高的8999元直接跳到了5999元。对比国产旗舰，三星 S23 Ultra 在质感上还是拿捏得死死的。不但背面设计简约，正面的屏占比呢也非常给力，微曲面也比大曲域呢更加好用。另外，根据消息下一代 S24 Ultra 将会取消10倍长焦，S23 Ultra 呢估计就是末代10倍长焦机皇了。演唱会、户外望远呢非常实用，优点明显，缺点呢也很突出。网友按照适合会折腾的人群，普通用户想要弄明白，还要看很长的说明书。全亮度低频 PWM 调光，屏闪比较明显。另外，充电最高呢依然只支持45瓦。今年15标准版挤牙膏 Pro 的提升呢相对更多些，钛金属中框大幅改进了15 Pro Max 的手感。换了 C 口之后，也支持了 USB 3.0，还能够外接移动硬盘录制视频。
拍照方面，相对于上一代 Pro， 无论是夜景的灯箱高光压制，还是日常的锐化情况都有进步。5倍长焦呢，也算是这一代 Max 的独有卖点。A17 Pro 性能提升感知不强，但是 Max 的续航呢依然不错，日常使用大屏体验也比 Pro 版呢会更好些。主力机使用 iPhone 的话，还是更加推荐 Pro Max。缺点嘛，还是苹果老生常谈的那些，充电慢、返回难用、拍照眩光鬼影等等。当然，如果你日常会经常用到录视频，那么 iPhone 的视频拍摄画质、稳定性放在2023年依然是扛把子。OK， 那么以上就是2023年双11的购机推荐了。总体来说，3000以内的大部分机型大家可以按需直接入手，尤其是部分8加、7加这样的机子，结合供应链内存、闪存涨价，后续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美丽的价格了。3000到4000档位，因为各家都已经明确了换代机型近在眼前，能等呢就等一等。可以结合新机的产品力和老机的价格呢，再确定一下。各家大杯、超大杯旗舰啊，其实跳水之后的价格，我觉得入手呢没啥毛病。换代产品想要等到相同的价格，还需要等1年。当然，像 iPhone 15 Pro Max、Mate 60 Pro 这些新上市的大杯旗舰，我觉得可以等一等，等价格稳定之后再入手呢也不迟。大部分机型推荐都结合了我们的评测数据以及实际体验。视频中我们也着重罗列了这些机子的优缺点，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人无完人，机无完机，选择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如果大家有其他好机好价，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讨论。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